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温暖动人的跨海恋情。故事的女主角是来自山城重庆的辣妹小林，男主角则是台南的一位渔夫阿燕。这个故事不仅有爱情的甜蜜，还涉及了两岸文化的碰撞与融合，特别是在渔业这个领域上的差异与认知。小林今年28岁，是重庆某国企的财务主管，家里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，高学历，好工作，长得漂亮。在重庆这个火锅之城，她就像一颗辣椒，不仅外表火辣，性格也十分爽朗直率。按理说，这样的条件在重庆本地找个好对象应该不难，可小林的恋爱之路却走得异常坎坷。丽姐，我这个人吧，可能太要强了。小林坐在我对面，喝了一口茶。在重庆，男生看到我这种性格的女生，多少会有点发怵。我爸妈都急死了，整天催我找对象，弄得我烦死了。确实，在传统观念里，女孩子太过强势独立，有时候反而会成为择偶路上的一个34减分项34。小林在国企里工作了5年，早已习惯了独当一面。这种雷厉风行的性格让他在职场上如鱼得水，可在感情上却屡屡碰壁。我妈每个星期都要拉我去相亲，简直要烦死了。去年认识的那个男的，表面上西装革履，人模人样的，结果呢，一听说我年薪15万，立马变脸。说什么现在的女孩子赚那么多，还找对象干啥？我当场就给她倒了一杯水，拜拜了您嘞。听着小林绘声绘色地描述她的相亲经历，我不禁莞尔。重庆女孩子个性鲜明，说话做事利落，这些特质在职场上是优势，但在传统婚恋观念中，确实容易遭遇一些不必要的阻力。就在小林几乎要放弃相亲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。那是去年夏天，小林的闺蜜邀请她一起去台湾旅游散心，反正年假攒了那么多天，不用白不用，去台湾吃吃喝喝，散散心也好。小林爽快地答应了。他们的行程包括台北、花莲、高雄和台南。在台南的最后一天，小林遇到了她的命中注定阿燕。那天我们去安平古堡玩，接着打算去鱼市场吃海鲜。我闺蜜走路不小心崴到脚了，正好阿燕路过，主动来帮忙。小林回忆道，眼里闪烁着光芒。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男生好特别，虽然穿着很朴素，但是特别阳光，笑起来特别真诚。阿燕不仅帮他们叫了车，还推荐了当地最正宗的海鲜市场，甚至主动提出当向导。在她的带领下，小林第一次体验了台湾最地道的渔货市场，也第一次对台湾的渔业有了直观的认识。我原本以为台湾的渔业可能比较小打小闹，毕竟岛屿面积有限嘛，结果一到那个市场，我就惊呆了。各种新鲜的海产，种类繁多的让人眼花缭乱，价格还特别亲民。小林兴奋地说道，阿燕是台南世代渔民家庭的孩子，今年32岁，从小跟着父亲出海捕鱼，对渔业知识了如指掌。听到小林的疑惑，他自豪地向他介绍了台湾渔业的发展情况。台湾四面环海，海洋资源丰富，我们台南这边的渔业历史悠久，不仅有近海捕捞，还有远洋捕捞。我们家就有一艘远洋渔船，每年出海好几次，航程动辄数月。阿燕解释道，我们台湾的远洋渔业在全球都是有名的，特别是金枪鱼捕捞量很大，出口到日本、美国等地方。小林听得目瞪口呆，在他的印象中，渔民似乎都是靠天吃饭的弱势群体，收入不稳定，生活条件也差。可阿燕告诉他，现代化的渔业早已不同于传统印象，我们家的渔船上配备了先进的导航系统、声呐探测仪、自动化捕捞设备，船上还有卫星通讯系统，可以随时与陆地联系。阿燕说着，拿出手机给小林看船上的照片。现在出海虽然辛苦，但条件比以前好多了，而且收入也不错。一次成功的远洋航程，船员分红少说也有几十万新台币。几十万新台币，那换算成人民币也有小10万了吧？小林惊讶地问道。没错，不过这行真的很辛苦，要在海上漂好几个月，风浪大的时候特别危险。我爸以前就是船长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渔船交给我哥打理，我负责陆地上的水产加工厂和销售渠道。阿燕谦虚地说，
原来阿燕家除了渔船，还经营着一家小型水产加工厂，主要加工冷冻海鲜和特产鱼干、鱼松等。这些产品不仅在台湾本地销售，还出口到日本、港澳地区。短短1天的相处，小林被阿燕的真诚和见识所打动。临别前，他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回到重庆后，两人开始了跨海视频聊天。从一开始的每周1次，到后来的每天晚上，感情迅速升温。阿燕跟重庆男生真的不一样，他特别细心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从来不会大声嚷嚷。小林红着脸告诉我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尊重我的工作和想法，从来不会因为我能力强就自卑或者抵触。3个月后，阿燕专程飞到重庆见小林的父母，她带了台南特产的凤梨酥、日晒盐和一些珍贵的海产品作为礼物。小林的父母起初对这门亲事持保留态度，毕竟是远嫁台湾，还是嫁给一个渔民。我爸妈一开始满脑子都是台湾渔民能有多少钱，渔民多辛苦啊，远嫁那么远，以后怎么照顾我们之类的担忧。小林无奈地说，我妈甚至暗示我，国企的铁饭碗多好啊，稳定有保障，何必冒险去台湾？面对岳父岳母的疑虑，阿燕并不慌张，她耐心地向他们介绍了台湾渔业的现状，拿出家族渔业的照片和财务数据，还邀请小林的父母去台南参观他们的渔船和加工厂。我记得阿燕说的一句话特别打动我爸妈，她说，叔叔阿姨，我知道你们担心小林跟我吃苦，但我向你们保证，在台南他不会过得比在重庆差，而且我们家离机场只有1小时车程，随时可以回来看你们。在阿燕的诚意打动下，小林的父母终于松口，同意了这门亲事。去年年底，小林辞去了国企的工作，拿着5年来攒下的积蓄，决定远嫁台南。我同事都说我疯了，好好的国企不做，非要跑去台湾当渔夫妻。但是我心里明白，这辈子遇到阿燕这样的人，是我的福气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没文化、没能力的人，大不了去台湾重新开始呗。小林信心满满地说。结婚当天，阿燕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和众多亲戚都来了，特别是阿燕的母亲，一位慈祥的台南阿嬷，让小林感动不已。我婆婆太可爱了，小林眼中泛起泪光，她不会说普通话，就用台湾腔跟我说，欢迎来做我的家庭一份子，阿燕很喜欢你，我们全家都很欢迎你。然后她拿出见面礼，我当场就哭了。原来阿燕的母亲给小林准备的见面礼并不是金银首饰，而是一本厚厚的账本和一把钥匙。我婆婆说，这是我们家渔业公司20%的股份和家里的保险柜钥匙。你是阿燕的妻子，从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家里的一切都有你的一份。小林激动地说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开明的婆婆。在台湾，原来婆媳关系也可以这么平等友善。婚礼后，小林正式开始了他在台南的新生活。初到台南，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。虽然他之前学过一些台湾闽南语的基础，但实际交流起来还是有困难。刚开始那段时间，我简直要抓狂了。小林笑着说，我婆婆只会台湾话，我只会普通话，我们2个人靠笔画和阿燕翻译交流。有一次，我想表达我很喜欢吃鱼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婆婆以为我说我很怕鱼，整整1个月都不让我碰鱼类，我都快哭了。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，小林开始拼命学习台湾闽南语。他每天跟着视频学习，缠着阿燕教他日常用语，甚至主动和市场上的阿姨们聊天练习。短短3个月，他的闽南语就有了明显进步。现在我已经能跟婆婆基本交流了，虽然发音还不是很标准，但至少能表达我的意思。小林骄傲地说，我婆婆特别欣赏我的学习态度，常常夸我真骨气，意思是很有毅力。语言关只是小林适应台南生活的第一步。作为一个曾经的国企白领，他对渔业几乎一无所知。为了更好地融入家庭事业，小林决定从零开始学习渔业知识。我跟阿燕说，我想了解你们家的事业，她特别感动，立马给我安排了渔业速成课程。小林笑着说，从认识各种鱼类，到了解渔船构造，再到市场行情分析，阿燕手把手教我。我就像个大学新生一样，拿着笔记本认真记笔记。通过亲身参与，小林逐渐发现，台湾的渔业发展水平远超他的想象。
大陆这边很多人对台湾渔业的印象还停留在小型渔船、小打小闹的阶段，实际上，台湾的渔业可是相当发达的。小林兴奋地说，就拿我们家来说，有2艘远洋捕捞船，1艘近海捕捞船，还有1家水产加工厂和1个冷冻仓储中心，员工加起来有40多人呢。台湾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，海洋资源丰富。据小林介绍，台湾的渔业主要分为近海捕捞、远洋捕捞和养殖业3大类。台湾的近海捕捞主要在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一带，捕获的鱼类有白带鱼、鲷鱼、石斑鱼等。远洋捕捞则主要在太平洋、印度洋等海域，专门捕捞金枪鱼、尾鱼等高经济价值的鱼种。小林如数家珍地说道，在台湾渔业发展过程中，政府的支持和科技的应用功不可没。小林告诉我，台湾渔业部门对渔民有各种补贴政策，比如油价补贴、渔船现代化改造补贴等。此外，台湾还重视渔业科技的研发和应用。阿燕带我参观过他家的渔船，那真是太震撼了。小林描述道，船上有卫星定位系统、鱼群探测仪、自动捕捞系统，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高科技平台。船员不仅能实时查看气象信息，还能随时与陆地保持联系。而在大陆，尽管渔业总量大，但小型个体渔民的装备和技术水平与台湾相比还有一定差距。小林的父亲是重庆长江边的一个小渔民，他的作业方式还比较传统，主要依靠经验和简单的工具进行捕捞。我爸看到阿燕给他展示的渔船照片，惊讶得合不拢嘴。小林笑着说，他一直以为台湾渔民就跟他一样，小船小网，打点小鱼小虾，没想到人家都是现代化大船，能出远洋了。除了捕捞技术的差异，渔业管理方面，台湾也有其独特之处。台湾实行严格的渔业资源保护措施，包括禁渔期制度、渔获量限制、渔具规格标准等。刚开始我还有点不适应呢。小林说，在台南，每年有几个月是某些鱼类的禁渔期，这时候无论多赚钱，也绝对不能捕捞这类鱼，违规的话，罚款可不是小数目。我们家特别遵守这些规定。阿燕说，只有保护好海洋资源，才能让渔业可持续发展。这种理念让小林深受触动。在他看来，台湾渔民对海洋的敬畏和保护意识是值得大陆同行学习的。婚后的小林并没有闲着，凭借着他的财务专业背景和学习能力，他很快找到了自己在家族渔业中的位置。我发现阿燕家的账务管理还很传统，基本靠手工记账，没有系统化的财务分析。小林说，于是我主动提出要帮忙改善这一块。我设计了一套适合渔业特点的财务管理系统，把每次出海的成本、收入、利润都清晰记录下来，还做了详细的数据分析。阿燕和她的父母看到小林的工作成果，都赞不绝口。有了科学的财务管理，他们更清楚地知道资金该如何投入，哪些方面可以节约成本，哪些方面需要加大投入。我给他们做了几个月的财务分析后，我们发现原来加工厂的利润率比远洋捕捞还高。小林兴奋地说，于是我们决定扩大加工厂的规模，增加一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线，比如鱼胶原蛋白、深海鱼油等保健品，这些产品的利润空间特别大。凭借小林在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阿燕家族在渔业上的丰富经验，他们的家族企业开始走上更加规范化、现代化的道路。不到半年时间，营业额就增长了 30%。我婆婆现在见人就夸我是讨海人家的福星，说我让他们家的生意蒸蒸日上。小林骄傲地说，其实我觉得这是双方优势互补的结果。我有财务管理的专业知识，他们有渔业经验和市场渠道，结合起来就产生了1+1大于2的效果。除了在家族企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小林还开始探索跨海贸易的可能性。他发现大陆市场对台湾的特色海产品有着巨大的需求，而台湾消费者也喜欢大陆的一些特色产品。我老家重庆虽然是山城，但也有很多特色美食，比如川味火锅底料、豆瓣酱、泡菜等。小林说，这些在台湾市场很受欢迎，特别是年轻人，他们对大陆美食很感兴趣。于是我就想，何不把这些产品引进来，同时把台湾的优质海产品推广到大陆去。
在小林的推动下，他们家开始尝试进口一些重庆特色食品在台南销售，反响非常不错。同时，他利用在重庆的人脉关系，为家族的海产品打开了大陆市场的大门。现在我们家的鱼松、鱼干、鱼子酱等产品已经进入了重庆、成都、西安等城市的高端超市。小林自豪地说，这些产品在大陆消费者中口碑很好，很多人愿意为台湾原产的优质海产品买单。小林的事业心和创新精神不仅让家族企业受益，也让他在台南当地赢得了尊重。许多渔民家庭开始向他请教如何拓展市场，提高产品附加值。他甚至应邀在当地的渔业协会做了几次分享，主题是如何让传统渔业焕发新活力。我真没想到，我这个重庆山城姑娘有一天会在台南的渔业圈里小有名气。小林笑着说，生活真是充满惊喜，当然，跨海婚姻不可能一帆风顺。小林和阿燕也面临着各种挑战，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文化差异。尽管同为中华文化圈，但台湾和大陆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差异的，比如饮食习惯，重庆人爱吃辣，而台南人更偏爱清淡的口味。又比如生活节奏，重庆人生活节奏快，直来直去，而台南人则相对悠闲，处事含蓄。刚来台南的时候，我还挺不适应的。小林回忆道，我说话做事比较直接，有时候会被认为太过鲁莽。阿燕家的亲戚们说话都很客气，喜欢绕弯子，我常常听不出他们真实的意思。好在阿燕一直耐心地在中间调和，帮助小林理解台湾的人情世故。同时，小林的坦率直接也为这个传统的渔民家庭带来了一些新鲜活力。我婆婆现在特别喜欢我的直爽性格。小林笑着说，她说以前家里的媳妇都是唯唯诺诺的，有什么想法都藏在心里，她反而不知道怎么相处，而我有话直说，让她觉得很轻松。除了文化差异，两岸的政治环境有时也会给小林带来一些困扰。每当两岸关系出现波动，她都会感到一丝担忧。不过，在台南的日常生活中，小林感受到的更多是民间的友善和包容。台南人真的很热情友好，从来不会因为我是陆配就对我有什么偏见。小林说，相反，很多人对我很好奇，喜欢问我重庆的事情，吃了我做的重庆小面后赞不绝口。在台南生活1年多后，小林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。他不仅学会了台南话，还学会了做台南特色美食，如虱目鱼、粥、棺材板、担仔面等。他和阿燕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阿燕每次出海前都会给我们的未来计划本写上几句话。小林温柔地说，这是我们结婚时开始写的一本笔记，记录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和计划。他每次都写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去完成 XX 计划，这让我特别有安全感。去年底，小林有了身孕，这个好消息让两家人都无比欣喜。阿燕的母亲更是喜不自禁，天天变着花样给小林做营养餐。我婆婆简直要把我当成大熊猫一样保护起来。小林开玩笑地说，她每天变着花样给我炖汤，什么鱼胶炖鸡、虱目鱼炖猪蹄、干贝炖排骨，都是最补的。她说希望我能生个健康的宝宝，传承他们家的渔业。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生命，小林和阿燕也有自己的教育理念。他们希望孩子能同时了解重庆和台南两地的文化，既有重庆人的爽朗直率，又有台南人的细腻包容。我们打算让孩子既学普通话又学台湾话，每年寒暑假轮流去重庆和台南生活。小林说，这样他就能同时拥有两地的文化基因，视野更开阔。小林的故事不仅是一个浪漫的跨海婚恋故事，更是两岸民间交流的生动案例。通过他的亲身经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尽管两岸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，但在民间层面，相互理解和包容才是主流。其实两岸同胞真的没有那么大差异。小林感慨道，我们都期待美好生活，都重视家庭，都珍视传统文化，这些共同点远远大于差异点。在采访即将结束时，我好奇地问小林是否后悔放弃国企铁饭碗远嫁台南，他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，一点都不后悔。小林斩钉截铁地说，在重庆，我可能只是众多国企职员中的一个，生活安稳但平淡。
而在台南，我找到了真爱，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舞台，还即将迎来新生命。这样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更有挑战性，也更有成就感。小林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。作为一名婚恋红娘，我见证过无数爱情故事，但像小林和阿燕这样跨越海峡的爱情，依然让我感到格外珍贵。在结束这个故事之前，我想分享小林告诉我的一个小细节。在他们的新家客厅里摆放着2幅画，一幅是重庆的山城风光，一幅是台南的渔港日出。这2幅画完美的象征着2人的结合，也象征着两地文化的交融。我和阿燕常常站在这2幅画前，憧憬我们的未来。小林说，我们希望有一天可以开一家结合重庆和台南特色的餐厅，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两地的美食文化。这个美好的愿望，正如同小林和阿燕的爱情一样，充满希望和可能性。我相信，随着越来越多像他们这样的跨海婚姻的出现，两岸民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，两地人民的心会越走越近。海峡虽宽，但挡不住真心相爱的人。这是小林最后告诉我的一句话，也是我想送给所有期待爱情的朋友们的一句话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跨海恋情，或者对台湾渔业文化有兴趣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最后，让我们祝福小林和阿燕，祝愿他们的爱情如同大海一样宽广深远，祝愿他们即将出生的宝宝健康快乐，也祝愿两岸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。